晚上好啊，我是毛一方。今天这件事情就有一点邪门。上个月的5月23号，马来西亚有个少女努伊扎蒂，她去爬山，然后就消失了。恐怖的是，搜索队在找她的时候，就拍到了一些很恐怖的东西。Yati ada kat mana sekarang? Yati ada kat mana? Cepat. 这个影片我们过后再看，我们先来了解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5月23号早上8点40分，伊扎蒂就跟她的妈妈、弟弟、阿姨和2个表亲一起去霹雳州的阿萨山。他们6个人就正常的上山。2个小时后已经爬到山顶了，一看时间已经接近11点了。11点的太阳是晒到鸡蛋都熟啊！要是我在这个时间，肯定是躲在房间吹空调了的。伊扎蒂当时也是这么想，于是他就转过头撒娇的对他妈妈说：“妈妈，我很累啊，而且这么热，我自己先下去车那边吹空调好不好？”妈妈当时还笑着把背包和车钥匙都递给了他。妈妈还讲：“小心一点啊，慢慢走啊，不要跑啊。”于是他就一个人冲下山去了。大概35分钟后，妈妈就和其他人都到了停车场，结果发现车里面根本就没有人，伊扎蒂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一开始家人就以为伊扎蒂是去了厕所或者在附近走走，于是就拿出手机 WhatsApp 问他。这个时候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妈妈手机上 WhatsApp 显示是有蓝勾的，有蓝勾就代表伊扎蒂已经看到了这个消息嘛。一开始家人还没有觉得怎样，可能就觉得他应该是在慢慢的走过来。可是啊，10几分钟都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出现，消息也没有回复。他明明都看到了，为什么不回消息啊？那他家人就肯定很着急了。过后家人就马上打电话过去，突然电话接通了，家人就松了一口气，想着接了就好。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把大家给吓到了。他是接了电话，可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讲，一点声音也没有，问他什么他也不回答，也没有挂电话。想象一下，如果是我们的家人找不到，消息一直又不回，打过去又不接，又没有声音，那种感觉是不是感觉他很像有危险啊？会不会是被绑架了？所以他家人当时就非常的担心，马上就上山去找他。可是整条下山的路几乎都找过了，找了1个小时多，没有就是没有。后来他们才发现，原来在当天的11点多，有另外一群刚刚上山的人，他们有遇到伊扎蒂。伊扎蒂当时还笑着跟他们打招呼，过后他就一个人开开心心的跑下山去了，完全不像是有问题的。而且那里距离停车场也不是说很远罢了。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了几件事情：第一，他已经下山了；第二，他看到了消息；第三，他接了电话，可是他就是不讲话。那家人就知道伊扎蒂肯定是出事情了。于是在当天的1点26分就选择了报警。消防队就派了很多人来到这里开始搜山，当时还一直下着毛毛雨，他们就从下午一直找到晚上，可是完全就找不到。诡异的是，他的 WhatsApp 一直都是蓝勾的，打电话去他也接，可是就是没有人讲话。在第2天、第3天，就更多的人参与了这个找人行动，狗队、无人机没日没夜的找，整座山都翻了一遍。最后有发现到一个拖鞋和水瓶，可是都不是他的。当时人就没有找到，可是搜索队拍到的东西就让整件事情变得非常的诡异。当时这个影片也在马来社会里面疯传，我们一起先来看看是怎么回事。Allahu Akbar. Tembuskan jantung ya Allah. Ha? Yati, apa ti? Yati sabar. Kami dah sampai dekat T dah. Cepat, Yati kat mana? Beritahu kat mana Yati? Yati cakap kat mana? Kat mana? Yati ada kat mana sekarang? Yati ada kat mana? Cepat. Celaka kau ni. Tembak. Allahul Haq. Allahul Haq. 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Tak kisah tempat kau pun, kalau kau dah menzalimi orang, kami akan belasah kau. Allahu Akbar. Kau kenapa harus menyayangi dia? Dia ada mak bapak. Dia ada adik-beradik. Kau bagi sekarang. Kaki kau. Mana, Yati? Aku pulas kaki kau.
Kat mana Yati tu? Kau pulang. Ya hayu ya aliyu. Allahu Akbar. Mana Yati tu? Kau tunjukkan. Yati hadirkan. Kau tunjukkan sekarang. Yati, beritahu kat mana Yati? Bagi suara, bersuara Yati. Ya, Yati. Dengar suara kami. Yati! Yati! 这个怪声听起来就不像是人，可是他又听得懂人话，还会回答。而这个影片中还有一些细心的人，他就把声音放大，结果就听到一些哭声，还有各种各样的怪声。直到今天，大家对这部影片都还是议论纷纷啊。后来还有一个视频传出，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他在找伊扎蒂的时候就叫了伊扎蒂的全名。Nur Izzati Humaira binti Mastura. Nur Izzati Humaira binti Mastura. 在马来社会里，其实跟华人社会是一样的，在山里面是绝对不可以叫人全名的。为什么？如果他遇到了肮脏东西，你叫他全名，他会被肮脏东西带得更远去，更加找不到的。在马来社会也发生过很多类似的灵异事件，因此山有山的规矩，首先是不可以叫人全名。还有就是，如果你一个人走山的时候，你突然听到有人叫你全名，记得千万不要回头，不可以理他，要不然我们可能会跟着那个声音走去，到最后走到哪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虽然这些说法没有什么科学证实，可是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觉得还是跟着会比较好吧。好了，我们再回来伊扎蒂的事情。当时搜救队就找人找不到，可是就遇到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就在5月26号的时候，又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有个眼尖的人，他在搜索团队的视频中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你们看这个照片，这个颜色、这个形状，看下去就像是伊扎蒂当天穿的衣服。而且照片中的这个地点，其实距离最后遇到伊扎蒂那群人不远，不到500米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一直都是在这里附近。而这个照片大家都讲是伊扎蒂人生中最后一张照片。后来搜救队就在这个地方不远找到了他，在一个果园里面，距离指挥中心1公里，距离最后和他打招呼的人500米。当大家都赶到的时候，只见他静静地躺在那里，衣服整整齐齐，脸上也没有什么痛苦，因为他已经没有呼吸了。最让人难受的还是前几天，他还和他妈妈一起去爬山，还会和妈妈撒娇。结果几天过后，终于被大家找到了。可是这一次，他再也不会回答妈妈了。他明明都接了电话，如果那个时候他说一句“妈，我在”，那不是多好啊！伊扎蒂被发现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伤痕，衣服整齐，死因不明。过后关于他的其他细节也都被保密了。过后网络上就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讲他只是单纯的迷路，有人讲他可能是中暑。可是你们想想看，搜索队拍到的那些奇怪画面，已读不回的消息，接了电话可是又不讲话，他下山的时候还笑着跟别人打招呼，当时的精神肯定是很好啊。才距离500米，500米是什么概念？就是围绕足球场1圈半罢了。500米正常人慢慢走可能10分钟都不用，他距离指挥中心1公里，就大概是3圈足球场罢了。搜索队就花了3天时间才找到，可是他就在附近罢了啊。还是说有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真正的答案可能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而这件事情就再次的提醒我们，爬山的时候要注意，因为森林里面解释不到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大多是失踪的人几乎都是一个人走的。这些奇怪的事情几乎都是发生在几分钟里面，根本解释不清。有些运气好的人是可以回到来，有些人却永远的留在了那里。至于那些回不来的人，他们遇到了什么事情，或许就没有人会知道了。所以爬山不要一个人。